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大家好，sorry， 没事 ，Action。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我是 Ella。今天是我们的第10期，借古希腊智慧过好我们的人生。节目一开始想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有视频在油管和 B 站并且有播客在苹果播客和小宇宙上都有全集哦。也希望大家可以，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把我们分享给1到2个你的好友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和礼物。谢谢。我们今天2个人都有点感冒，所以等一下浓重的性感的鼻音性感能讲吗？不能讲，不能讲。浓重。那今天想讲的古希腊哲学智慧其实就是Stoicism 斯多葛主义和 Epicureanism 一比基鲁主义。我这个还专门问谷歌怎么发音1比基鲁，然后你来的时候跟我说什么斑鸠鸟所以今天要是讲不清楚的话，大家别怪我们对，这个翻译很难。1比基鲁，对，那不是存心让它变得 inaccessible， 这就好像是本来就不想让大家了解到这个概念一样。但是今天我们就想要推广，对不对？对，我们会努力把这个说得清楚。这2个主义呢，其实是古希腊哲学schools 就是派别当中比较影响大的2个之一流传下来，而且对，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实践实际上不是很严格，就是你完全可以是一个1比基鲁主义者，但是你会相信一些斯多葛主义的这个信条反之亦然。包括斯多葛主义，他可能会从一些不是自己学派的这个哲学家当中吸取一些这个知识。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你去研究斯多葛主义或者1比基鲁主义的时候，你就是在向他取经，这个是没有办法只研究不学习的可以这么说 ，learning about is learning from。所以其实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好像受到了心灵的洗礼。上一集讲的是钱，那这一集讲的是同样重要，怎么样过好我们的生活这个2个派别呢，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教我们 how to best live our lives。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够吃饱穿暖的时候，实际上经常让我们产生困扰的都是来自于这里的东西，就是来自于大脑你的想法。所以那我们就分享分享 Ella， 你20多岁的时候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呀？急些什么？愁些什么？在20多岁的时候，基本上愁的也就是怕吃不起饭怕没有就没钱，然后又怕找不到好的合适的对象。找对象就像找工作一样，就是好像必须要把这个拿到手，然后要不然是一个指标。对，否则会觉得有点失败就女朋友之间要比较好多东西，是非常不健康的 20s。 对，就20岁就是一个就是很着急。对，之前也说过20几岁其实我觉得最难熬，现在看来对，并不是说对，我觉得青春也是有很大的代价，非常大的代价，就是在迷茫当中寻找一点点的这个 clarity。你呢？找伴侣上面是一件压力有点大的事情有的时候也让我会过多的陷入在一个我明知道错误的这个 relationship 当中，不愿意走出来，就觉得走出来的话单身的就更难，这都是一种压力造成的，就是觉得好像你应该要有一个男朋友，应该要有一个伴侣。26、7岁我觉得当时是最焦虑的。并且还有一个这个焦虑的点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Ella 是自由职业嘛，对，所以其实你对于钱的这个焦虑主要是来自于能不能吃饱会不会喝西北风。对我呢是毕业以后一直工作的所以其实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我们几个最好的女生朋友互相之间肯定多少都会有一些比较的尤其呢，我们那个时期，我是13年毕业的嘛，这个经济一直都是处于比较好的状态，大家换工作什么的，一般都是能够涨薪然后涨职位等等，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种
就是你换一个工作，我换一个工作，你换一个工作，我换一个工作，就一个比一个高哈，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点，就是你会觉得你是就是赚钱赚的最多的或者最成功的，就有一个人换了一份工作，他肯定就比你赚的更多。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但是一毕业就发现有一个这么明确的数字化的指标，好像告诉你的个人价值是什么而且有一个这么好的这些关系很亲密的朋友，他们可以告诉你他们的社会价值是什么。当他们的价值比你高的时候，你是非常难受的而且呢，比如说我是从小成绩很好的人成绩好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比别人优秀，但是一旦进入社会之后，你这个标尺是完全重新改变的我会发现我其实很不适合于某一类工作。你第一次会觉得我其实不是最好的，要认知自己跟自己和解，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20几岁就全都在忙这些事情，对，就 insecure。对，实际上现在跟这些朋友都变成了，又回到了那些就是纯真友谊的关系，真的就是互相扶持再也不会有人介意另外一个人比自己工资高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30多岁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宝贵收获。你刚才这个也提醒到我自己，在20多岁那个时候，也是像我们搞音乐的要比赛或者是擤一下鼻涕。A few moments later. 你擤好了怎么一点声响都没有？Silently, gracefully. OK， 对，我想到就是在我20多岁，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参加比赛，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拼，好像谁接的活比较多，谁能够跟什么什么签约我现在已经早就不想再去烦这个了，因为我觉得音乐的这个目标就是像这个斯多葛主义，就是服务于人类，服务于自己的快乐内心。做音乐本身就是生活的主旨，就是幸福。对，因为这个是艺术，就是最美的东西。Busy bragging 你听说过吗？就是大家互相。我听过，我最近刚刚听过。brag about how busy you are。对，其实很给对方，很给别人压力对，好像觉得谁忙就好像显得很优秀，对，很价值很高，对，价值很高。让你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忙？对吧？小时候也是一种 silent bragging， 就是我没有很认真学习我没有做作业什么的，结果成绩考得比别人好。对，其实在拼命。对，其实在拼命。对，这些都太不健康了。现在如果你还有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第一个就是远离躲避。对，我觉得对这个 busy 还有比谁的那个 calendar 更满，对不对？对，有这个我觉得对，就你看我的 calendar， 然后我什么都没有，都在脑子里面。是的，我也是在离开了这个上班之后，我的 calendar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真的会有整个 block 的时间，就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会错过电话就是会错过这个会议的约会，因为会不记得去看 calendar 这件事情。你都已经有不记得，我会那就是做一件事情做入神了。对，但是谢谢。以前呢，我是那种就是 calendar 精确到15分钟几乎然后proud of it。对，我有的时候还开玩笑跟我的伴侣说，我说 if you want me to do something, throw it on my calendar。让我想到我的身边一个朋友，他想约我赶紧出来聊，然后 boy problem 对，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她也是，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美的一个女孩，处在这个就是很着急的，你想好像赶紧把这个 close the chapter 或者是 tie the knot， 越着急很多事情是越办不成的。对，没错。对，而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会觉得 OK， 我逮住一个我都不想放开他。我最近也是有2个好友刚刚被公司 laid off 所以他们可能知道我大概的故事和包括我所想要分享的这些主题包括不上班等等，找到我，把我当做了一个 offboarding coach， 就是像离职教练这种，因为我发现我还真的挺适合做这件事情。我觉得 Ella 跟我真的是今天还在反思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不上班不是一种炫耀，也不是一种何不食肉糜这样子的傲慢，实际上我们是真心真诚的告诉大家，提醒大家，其实在工作之余你也可以去寻找一些让你心里起火让你发亮发光的事情。一定要寻找，一定要寻找，这样你的生活才值得。对，一定要这个挖出一部分自己的时间所以其实说回来，我就跟着2个朋友分别这个聊了1个小时吧，给了他们很多的信心，因为他们俩其实也都各自有这个条件可以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去追寻自己想要追寻的事情包括其中一个是想要写fiction， 想要创意写作，另外一个呢想要自己创业。对，所以其实非常为他们开心。对，
但是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些 validation， 需要一些鼓励，就是有人可以告诉他们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想讲的这个 Stoicism 和 Epicureanism， 我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帮助大家，对吧？我们自己的这个经历不一定能够复制，但是有些工具，像包括古希腊的这个智慧已经这么多年下来了，能够帮助非常非常多的人。这些这个哲学家那个时候肯定不会料想到什么 ChatGPT 电动车呀、飞机等等的东西。social media， 对，他们绝对不会预料到。但是呢，他们的智慧已经预料到了我们现在人所有的这个困扰，包括对于金钱、地位的追求包括所有那些在我们掌控之外的东西，我们的那些 obsession 对吧？他们其实都已经预料到了，并且已经给出了处方。我们为什么不去抓药呢？对吧？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要时常提醒自己，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个这个 flare up， 老毛病犯了嘛，觉得焦虑什么表现呀，焦虑这个关系然后我就打开我们这3本书我们特地放在这儿上2本是我的分别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的Marcus Aurelius Meditations 沉思录，中文版我发现是梁实秋翻译的那应该不错。对，这本书呢，其实它里面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个古罗马的这个 Aurelius， 他是一个帝王他的这些日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是一个人君，少有的古罗马时期的人君就是到现在的话都也是一个非常 progressive 正直善良的一个大气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想法。对，我觉得他综合性的这个就是他把人性放在第一，对，追求快乐。我觉得虽然他时间很短，对，就是他的寿命也很短，对在位时间也非常的短，因为人均在那个时候是活不长的。对，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是活得快乐就好包括很多这个 Stoic 斯多葛主义的践行者，他们其实都是过着非常朴素、非常朴素的生活。对，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聊聊所以其实这些智慧每一次我拿起来一读只要读那么一小段，随手翻就会让我心情变好。很推荐大家这本小册子就是特别容易读，对，特别容易读，对，而且舒服。就是你读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帮你在净化，就是一个 filter， 对，把你今天的那些脏的东西排解掉，对，可以无限的拿出来读，无限。对，那我们还是要讲讲斯多葛主义和 Epicureanism 分别对我们来说代表着什么先赞美一下这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这个文化流传，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首先思想是非常前卫，对，而且呢，我觉得主要是他们保存的特别完善，比如说柏拉图的那个雅典学校，它那个遗址你还可以去找，虽然是一个牛棚我的朋友去找过，它非常的失望。It's not very Instagrammable。对 ，No, it's not。经历了这么多时代的变迁，我们什么都不缺了，什么高级的东西都有了，好看的衣服都有了，结果发现他们追求的东西都还是就是最真实的，这个让你得到幸福感。对，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柏拉图跟他那个徒子徒孙，对，说了一大堆，大家可能脑子里面记下来，然后又传给下一代，又传给下一代。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很诚实的一个真谛在这个他的哲学里面。而且那个时候的学习就是学哲学对吧？对，没有其他的了吧？没有人学微积分对，所以其实当时的那个哲学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It's everything。在治国上面，对吧？在你治人身上面、治家上面就是哲学。但是现在的哲学已经变成一个很边缘化的一个这个学科了，很不幸。我们绝对不是哲学专家甚至我觉得斯多葛主义伊壁基鲁也其实目的并不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变成他们的这个使者，因为这本身都是一些理性为主导的这个 schools of thought。我们也希望能用最浅显的语言和身边的例子帮助这个 principle living principle 更广泛的被大家听到。对，希望你们也能够使用上。对，所以它变成实用性。对如果说错了什么的，这个请大家包涵了。对。OK， 那要不我讲讲我对 Stoicism 斯多葛主义的这个是怎么样认知到它，怎样使用，然后待会儿你来讲这个伊比基鲁好，你赶紧练习一下伊比基鲁。
那想要非常精准的去讲一个这个哲学学派呢，肯定是非常困难。那我个人觉得最精华就是美德 ，virtue is everything， right？ 美德就是唯一的善。那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也是唯一在我们掌控当中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践行这些美德。最重要的4个美德呢 ，justice 公正。prudence 审慎然后 courage 勇气，以及 temperance 节制，在你控制之外的事情你都不用去担心，你只要用美德过好自己的人生做对的事情，那人生就是过对了。你的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 living the virtuous life 本身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受益的。因为我个人是觉得生命是无意义的，你要自己去创造一些意义来，对吧？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不去创造it's up to you。 对我来说，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做让我自己觉得，就是有一个说法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 test， 你做的这件事情，你是否愿意让纽约时报放在头版头条去报道。如果你觉得会让你感到担心害怕不好意思，那说明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美德的事情。换成一个中文当中的例子的话，就是如果你在小红书上写这件事情，不会有人来骂你那除了美德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个教诲这斯多葛主义就是你要 living according to nature， 你的生活方式要跟自然跟你人的这个成熟和成长是相符合的，而不要去逆着自然的规律去生活包括呢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passionate moments， 有些 passion 在这个斯多葛主义里面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会让你非常生气、愤怒、冲动的那些情感。但是呢，你可以有一些正常的反应，比如说吃到好吃的你会觉得开心、满足，比如说这个被热水烫到你可以尖叫，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2种不同种类的 passion， 哪一种是你可以去摒除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到跟朋友之间比较这个收入的高低什么的，你会造成心里的一些不愉快，其实这些不开心的情绪都是来自于 desires 没有被 fulfill。那你这些 desire 本身就是一种跟美德没有关系的东西，你没有一个这个 temperance， 你没有一个 prudence，没有去 practice 就是你的这个 virtuous life， 你就会有这些不良的desire 和想法，对吧？才会造成你的不快乐。如果说你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美德的事情也只在乎自己能够管理到的、能够有控制的这些事情的结果，那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 Stoicism 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用非常非常理性、极为理性的这样一个推导过程，让你发现很多让你不快乐的事情，它不应该让你不快乐，是不值得的，你在你的掌控之外，或者说是因为你没有 practice 美德。也跟大家分享我跟斯多葛主义是怎么样开始有接触的。我当时在一份非常繁忙的工作当中，就是做这个 CEO 的 Chief of Staff，我有一个经常合作的对象，他是一个50-60岁的美国男性他呢做的这个职位也不是那么的有意思，而且他其实这个晋升也是已经到头了。但是呢，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有一种异常的这种精神活力，不是那种很夸张咖啡喝太多的 jitter 但是是一种就让你觉得心情很好，让你觉得很振奋，他就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这个 upright standing 就站得很直你可以信赖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开会开完，正好就只剩我们俩了他就跟我说你最近怎么样？我知道你做这份工作一定压力很大。那我也跟他分享了一下这个我的心得确实是这样那个时候也是疫情期间，大家多少都有点 on edge， 就是有点那个焦虑。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Stoicism 这一件事情我是一个practicing Stoic我很推荐你也去了解了解这个哲学思想我觉得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很感兴趣。他并没有就是一个 practicing Stoic， 他有一个很好的那种形象，就是他不会是一种很 preaching 很怎么说呢，就是逼你去，对，他绝对不会逼你，传教一样的那种，绝对不会觉得
他在你之上，对，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奇。那我回去就开始买了他推荐那本书啊，然后在非常多的这个又寒冷的波士顿冬夜，又孤独的把这本书给读完了，非常非常的喜欢啊，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是我与 Stoicism 的这个初次见面啊，也是很偶然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也很幸运能有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更多的人分享。我觉得 Stoicism 最大的优点就是很灵活，它没有道德绑架，对，没有任何的道德绑架，非常的灵活，你完全可以就是你甚至有的时候不知道 Stoicism 是什么，你都已经在实践了，你也不知道哈。然后它早已经渗入了我们的生活，包括大家可能会熟知的这个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就是在这个心理咨询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帮助我们很有效的去解除这些焦虑啊、抑郁啊，包括进食障碍等等包括停止吸烟等等CBT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心理学的技巧哈，科学技巧，但是它其实是 deeply rooted in Stoicism， 它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核心就是跟斯多葛主义是完全对，就去接受你不能改变的，并且是让你在这个你的这些不理性的行为当中包括焦虑和抑郁其实是不理性的，在斯多葛看来就是一个不理性的想法，因为你把事实看得非常的坏包括这个进食障碍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是把这个生活当中把自己的这个身材看得非常的糟糕，就是那个 anorexic bulimia， 对那这个 CBT 呢，包括 Stoicism 帮你一步步去分析你的这个想法执念为什么是不正确的为什么是跟事实脱节的我不知道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斯多葛主义好像跟佛学有点像，其实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相似之处斯多葛主义讲的就是那些执念呀都是不应该有的，执念是让你造成不愉快的东西。佛学里面也会有讲到就是包括所有东西都是现象，它都不是本质都是空的所以其实不同的这个学派如果你是做这方面研究的，你会觉得其实完全不一样，的确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的应用我觉得是非常相似的，所以let's not let perfect be the enemy of good， right？ 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把这些哲学学派理得非常清楚完全懂才能够说我是在 practice 这个学派，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大胆的分享这个话题刚才你讲这两个例子让我突然想起来那个Viktor Frankl 的那本书就是 Man Searching for Meaning， 他当时就是在集中营里面可能一下子在最后最关键的那个自己要死的那个情况下突然想到自己以后就是从这个逃出去以后还能做什么，寻找到了这个意义，所以才能活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是一个救命的一个，就是我之前看那个 Tony Robbins，就是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可能有些人有些争议，对有些争议的一个，但是他也是运用了这个Stoicism， 在很关键的时候，有人就是 suicidal，就是面对自杀，他可能就是把这个 apply 这个 Man Searching for Meaning， 就是你能想象你就是这个苦完了之后，你再就是为社会再做些什么？对，因为你要寻找意义的话，也许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我要过充满美德的生活因为这件事情可能能够说服很多人也是更能够实现吧，我觉得很 practical。对，很多人对于 Stoicism 有一种苦行僧的这种固有印象，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它就是只是用了一种极端的这个理性的思维去化解所有的那些所谓的好事和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不好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担心不好的结果，因为它在你的掌控之外，从来都不是你的。比如说好的事情你可能也要去理性的对待，因为不能尾巴翘上天嘛，对所以其实并不苦，只是帮你解释了很多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的苦让你觉得能够更平静更平稳的生活。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脑袋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不快乐的来源其实能够有一个帮助你平静下来的这个妙招，还是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对，那我知道 Ella 你在斯多葛和这个伊比基鲁里面更喜欢伊比基鲁是吗？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词的。我斯多葛我以前是经常听到，但我觉得伊比基鲁比起来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个，因为确实也难念伊比基鲁。
，yeah， 但是像骂人一样。伊比基鲁它这个其实我觉得它跟斯多格大同小异在某些，但是我觉得它升华了，因为它并不是说指的那个追求这种快乐是在肉体上，或者是你吃到什么好吃的我就拼命吃，不是那个意思。比如说我现在身边有这一切，我还是很满足的，但是我的这个 focus 在这个满足感上面。对。幸福点呢是非常的巧妙，而且是在任何地方。如果你家外面有一个花园，你每天走过，你可能不会去 pay attention， 对不对？就这个 attention to details 也是一个幸福感的来源。每天在那个 mundane 的这种生活里面，你肯定是就是多多少少会脱节，多多少少你会有很多怨气，然后你可能哪怕你手上拿到了一杯很好喝的咖啡，或者是你只是 take for granted， 会觉得这个就完了这件事情，但是没有说去 appreciate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过程。对，我觉得这个伊比基鲁和斯多葛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非常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如何获得心理的平静哈，但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这也是为什么斯多葛有一种苦行僧的这个就跟他比起来稍微对，因为呢，斯多葛呢他认为这个做美德的就是当一个充满美德的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幸福来源啊。但是这个 Epicureanism 伊比基鲁呢是认为我们是应该去追求幸福的，但是这些幸福呢是你刚刚所说的那些存在于小的地方。伊比基鲁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友谊。友谊包括你的这个所谓 social connectedness， 你与周围世界的连接，你的这个社群是带给你最可持续幸福的这种来源了。我怎么样运用这个伊比基鲁的话，我其实想起来几个例子，就是对于这个简约主义的这个 approach， 就是我初次遇到这个简约主义，其实我以前完全对这个没有任何的概念，就是因为搬了太多次家了，然后这个每次搬家你都知道你就是要扔很多东西嘛，而且像我这种就是搬大洲搬国家的这种大型搬家，还有就囤货对 hoarding， 对囤货的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是女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坎，对不对？对，你有没有这个囤货的？以前有，但是现在就变成了I have a fear of things， 就是我会很怕买东西，我不希望积累东西。对，其实大家看后面的书，大部分都不是我的。也是因为多次的跨大洲的搬家，我现在有点羞愧哈。这个我面前其实大家看不到是我的书桌，有一句话说，就是你的书桌的大概的样貌，其实展现了你生活的状态哈。I don't believe that. No. 因为我的书桌是非常非常乱，东西非常的多，对但是呢我也会有看不下去的时候，就是 there's a line to be drawn，就是要来一个大清洗，适当的 chaos 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有什么吃的呀、食物残渣呀什么的，我是受不了。说回这个 Epicureanism， 就是你还是可以追求一定的这种自己的享乐，包括你我都买过东西哈，买过包，买过名牌东西，对you know that's fine。 那个时候如果 serve a purpose， 那个时候让我们快乐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的。现在不买也是因为它起不了这个作用。对，如果现在你觉得它能够 serve 你的话，我觉得我非常支持。对，就在这个上没有错的这个。然后我觉得像囤货这个，就是我有学生家长，他跟我说他会囤10瓶洗发水，10瓶什么。所有东西都是10，就是家里面要有一个大的空间，就全是囤货，然后还有厕纸囤货。对，我觉得这个厕纸是一个不知道大家的一个疫情留下来的习惯。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富足的一个生活状态，我们没有在一个 scarcity 了。你在那个网上去选电视的话，那个 program 都让你多的看不过来。是，说到这个越来越多的选择的话，反而会让我们越来越不快乐，你知道吗？对，选择困难症是一件真实存在的事情。是当你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你的satisfaction 满足感其实是低于你只有一种选择的时候。对，可能2-3种选择是最完美的。所以伊比基鲁是不是过度追求物质哈，但是它是怎么说呢？希望你更多的去思考什么东西让你快乐，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感恩，然后去感受这些小小的这个 happiness moments。我曾经是吃素，好几年，那个时候呢，我吃素的其实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动物。当时我还非常的倔强，坚持了3年多。这个怎么让我改变了呢？就是我现在什么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伊比基鲁也是在这里面起了作用，就是
moderation，对，就适当的，就并不是说我要去走一个极端的路线。对，我这些东西就是只要我的身体需要的话，任何的东西在 moderation 的话，其实它是 OK 的。对，不要去过量。我觉得适中是一个平衡的这个起点。那其实斯多葛和伊比基鲁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这讲出来，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在为伊比基鲁做广告了，因为相比之下，斯多葛好像听上去更像是那种boring nerd 对，斯多葛主义呢比较强调就是接受命运啊，就有点 fatalism 的感觉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改变的，你只能去你能做到的就是不去让它这个影响到你太多，对所以说就是他强调的是，就是我们人应该要超越外部环境的控制，对 transcend 对，但是伊比基鲁呢不太一样，他虽然也有就是说要强调接受这个自然的秩序很相似的就是 living according to the nature，但是呢他也很注重就是个人对于自己的这个情感的控制，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可以在你掌控之中的，你可以多去做一些让你快乐的事情，主要就是理性和这个就是适当，我觉得这两个学派就是综合起来说的话，斯多葛主义还有一条信条我觉得可能对大家也很有帮助，就是影响我们心情的、影响我们情绪的事情往往都不是这个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它的 judgment。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好朋友工资越来越高等等，为什么会让你产生这些焦虑的情绪呢？就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对吧？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好坏，但是我们的 judgment made it so。我们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干巴巴的斯多葛主义和这个Epicureanism 伊比基鲁去做过多的比较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实践，就像我们每次都会 demonstrate 就是那些mirroring这个 self validation 等等，我们就是举一些这个我们的招牌菜，对，招牌菜就是举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可以用到这两种学派的这个地方，然后讲我们可能会怎么样去修正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吧。生活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叫做 the one upper， 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或者跟他谈论什么样子的话题，对方总有一种能力让你觉得他的自我感觉很好，他很厉害，他让你觉得被 one up 到了I hate those people。 对，是他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被踩了一样，就他们不够 vulnerable。 对，是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做呢？我以前是很焦虑的，我以前会想成为他们，我现在是I don't give a shit 你可能会远离这样子的朋友，绝对会，现在绝对会，因为他的这种表现实际上是一种不安全，对不对？因为充满安全感的人才不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总是被 one upper 的感觉，是他不会想要跟你比，让你感觉不好。对，这就让我想起来做心理咨询，其实愿意做心理咨询的这些人才是勇敢的，因为就是你愿意去把自己的这个痛苦拿来就是说出来，去理解自己。是对，如果这些 one up 的这些人，他们是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问题，对，他们的这个人生就是在从别人身上寻找优越感，去过完接下去的一天去寻找这种养料，非常不健康。就像我们说的这个 stoicism 里面，你唯一能够做好的就是自己。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人远离吧 self-promoting 的这个表现，其实都是他内心的不安全感，跟你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是这样的人，他不会为你高兴。对，让我想起我确实你刚才这样一说，我还真的身边远离了这样子的人，就是他永远我跟他分享我的所有的我自认为的小成就我的快乐，They make it about themselves。 对，他会说他自己的，他会说他们家孩子就是怎么样，总是让你感觉很糟糕的人，不管怎样就远离就好了。我再举个例子我们俩都有狗，而且你已经有了不止一条狗你生命当中曾经有过其他的狗狗我从我的狗狗到家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悲伤起了它的最终的离去。看到这么可爱的狗狗，你无法想象它最终离开你，而且这个未来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在咫尺的因为狗狗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了。怎么样这个处理这样子的极端的这个 grief，
我失去过2只爱犬了，而且它们都是很相近，就是在应该是11个月之内，然后就是走的，所以对我和我先生都是很大的打击。当时第1只和第2只分别走了以后，我甚至有考虑到会不会终结我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突然一下没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是被突然一下给截止了。对，然后这样子让我会去就是会去反思我自己的这个就是生命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因为对我来说，他们是我的这个最亲的那个最亲的关系。我在网上去搜，我搜像我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这种就是这种念头的人多不多，就是正常的嘛。结果我搜出来一大堆，然后我在想，原来我是正常的，就是在失去狗狗之后会有这样子的亲生的念头。对，这个念头呢，就是当时是我觉得有点恐惧的，也有点害羞于拿出来说。我当时跟我的那个就是心理治疗师有分析，他也非常的鼓励我，他说你一定不要去责怪自己有这样子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又觉得就是把这个想法又抛弃了。但是呢，他给了我留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有点像后遗症呢？就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在这个情绪上的这个抑郁。这个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打击。这个抑郁就是具体来说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在口罩期间，那个时候又很孤独，然后又就是大家都是圈在一个小地方，不能够走动。我有一个那个 sunset， 就是黄昏的一个 sadness。然后这个 sadness 呢，就是每一天都会哭，就只要一到黄昏，各种翻江倒海那种难受，就觉得要死不活。不管就是你像我身边，我先生也会鼓励我，或者是那个，当然他自己也很难受哈。但是就不管我那时候会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感觉这个黄昏是走出来的。对，这个痛苦。然后这个陪了我大概整整有2年，就是这个每一天对每天的这个 grief。当然这个 grief 是很正常的，以后我们会找这个章节专门来说这个动物的这个。对，这个是我也是毕生的一个追求。对，我又去考了个证，就是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子好起来了。搬到里斯本之后，大概在第1个月就开始有好转了。我觉得我们每一期主题都是搬来葡萄牙治好一切疾病。我觉得他们旅游局要给我们颁奖，荣誉证书，百病就是。不过这个真的是真的，就是环境的这个改变哈，这个大环境的改变。我觉得治好的是我刚才这个，马上有人说我们是黎明中间了。好，继续说很严肃的话题。OK， 这个伊比基鲁的这个里面，他所提到的友谊，对这个友谊是我跟你讲，在搬来葡萄牙之前，我一直跟所有的人说，我说我是一个内向型人格。然后对我来到这里，我才知道。我外向的，我很喜欢说话。然后所以在这个社区的这种爱和友谊哈，因为我们住的，你知道我们住的都是这种社区型的。对，我知道你非常喜欢你的社区，然后我跟他这个一起遛过狗哈。我很骄傲很自豪，对不对？天天说你看这个大妈我也认识，那个大叔我也认识。是，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社区的友谊，就让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矮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生活。我以前住在伦敦、巴黎，这些都是非常反社区的一个环境哈。然后后来在特别是在香港，因为香港是一个就是你关门就是大家谁都不认识，甚至我的那个邻居知道我进了电梯，他会躲起来。对，就是他会不敢就是跟我同一个电梯，他觉得很尴尬。到了这边之后就反过来了，就是这边就是所有的人就是他恨不得就天天把你就是你就轮流探访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社区的友谊，再加上还有认识你啊，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些就把我这个治好了。我来这边就1个多月，大概2个月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天我不哭了，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感觉。然后而且到了黄昏就很自然了，也不会很害怕这个黄昏的这个 sadness。然后所以就是这个伊比基鲁的这个所提到的友谊，对我来说个人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大的改变。我非常
看重友谊。我是一个友谊多过就是身边的朋友多过亲人的一个人，是，所以就是我选择的家人嘛，对，选择的家人，对，而且我也非常幸运，所以我非常想跟大家强调这个友谊的这个重要。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我不仅见识过遛狗的时候的场景我跟你还有你的爱人一起去附近的餐厅吃饭，你们家附近的餐厅吃饭，这个侍者的 waiter 简直没有办法 leave us alone， 因为I exactly feel you 就是在自己的社区当中，你很喜欢周围的人的时候，并且有一种很好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包括我去我附近的这些蔬菜水果店，真的是不管哪一家我去都是会得到非常好的礼遇。我觉得是非常有温度的一件事情，也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小时候成长的上海的这个感觉就是门口有杂货店，你会认识老板娘但是在美国就是一个非常相反的这个 anti community 的这样一个环境甚至邻里之间像你刚刚说的，在压力大的地方就很容易出现大家邻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而且我经过反思我就发现邻里之间关系不好对你的生活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跟邻居闹翻了，你只能搬，甚至卖房子也要搬因为对你的影响太大了，生活质量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你可能甚至生活在这个恐惧当中。那其实对于狗狗这件事情呢，我最近有一些想法，因为我狗狗前段时间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隐患我在它的这个肚子这里摸到了一颗像这个青豆大小的一个硬块我就赶紧带它去医生那儿做了一个穿刺的结果呢，也是一个inconclusive， 就是没有告诉我到底是普通的发炎还是癌症，这个肿块就慢慢的自己消失了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 inflammation 发炎。每次它要就是出一些这样的小毛病，我都会觉得unbearable 的那种恐惧，包括我前几天做梦梦到我自己的这个body scan 里面全是一个个小点的癌症我醒过来的时候跟我的partner 说，我说这可能是跟我的狗狗有关系对所以这个恐惧是真的是深入我心但是呢在这个一笔记录和这个斯多葛的这个research 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如何去应对这个无法承受的这种未来可能的，不是说可能是必然的一个离去。包括我的狗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它真的是就是这么大的狗，所以如果它有一天离去的话，这种 loss 这个留下来的真空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因为我家里现在就相当于就是有一个野兽在走来走去，对，有一天它不在那儿咔嗒咔嗒咔嗒走了难以想象。对，所以其实我的这个现在的解决方式呢，就是每一天都不后悔。对，就是每一天我对他做的，我带领他去跑的、跳的、玩的首先你要做到这个美德，就是公正，就是他是我的家人，我要带他去做他自然当中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外界运动公正，这是对他来说很 fair 很 just 的事情。那同时呢也要有这个 temperance 节制，就是他其实你让他决定的话，他肯定在外面跑一整天那对，做到这些所谓的美德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可以没有这么的焦虑了，因为我每一天都是过得不后悔所以斯多葛主义的这个在狗狗身上的运用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还有就是我们要去接受他们的这个生命就是这么短，自然，对，就是大自然，就是我不能去 fight 这个死亡。我记得露露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我再爱他，我也就是抵不过这个就是这个大自然对这个生死，所以这个轮回是没有办法的。是，然后你去就是接受不能改变，我觉得就是什么不能改变，就是死亡你改变不了，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水我想说地心引力对 death and taxes 然后地心引力也是 gravity 但我觉得你的脸还是很挺没有被这个地心引力影响but yeah acting according to nature 我不知道 Ella 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周围的朋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小组要合作，但其中总是有这个搭顺风车的人，就他出力出的不多，但是他最后的结果是大家共享
那这样子的这个英语叫做 free rider，right？ free rider problem， 我们怎么样心里不去介意呢？因为这个心存芥蒂对我们很不好，你会怎么样去对待？我不会去跟他计较。雨果的那本悲惨世界里面，就是那个男主人公那个 Jean Valjean， 他遇到那个神父，他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神父这么好把他就是领回家，给他吃给他穿，然后他最后还拿了神父的东西，最后被抓了。本来就是一个惯偷嘛，警察找到了这个神父，神父当时看到他，第一件事情并没有责怪他，他只是说你怎么不告诉他们是我送给你的呢？慈悲心可能很多人觉得会很傻，这种施舍或者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有这个气概，我不会去计较的话，我现在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慈悲心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福气，因为你等于是说你站得很开，你的这个东西也伤害不到你，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感受啊。你呢？我觉得我也在这个问题上逐渐成熟了啊，就是小时候越年轻的时候肯定越在乎啊，我觉得公正是很重要，对吧？从小就觉得，所以说当我发现有这个 free rider problem 的时候，我很难心里去过这个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以前可能会就是向老师说明这个组员没有尽他的职责，对，因为我觉得我也要对其他的组员公平，对吗？如果尤其我是这个 leader 的话，但是其实做这些事情本身也没有错哈。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不要让我自己的心里有这种 grudges， 因为我现在是非常希望能够摒弃一切的这种 grudge。我觉得这些情绪对我们个人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哈，就是这个其实你的身体在分泌一些这个焦虑激素、压力激素。对，这种小的，特别是这种小的，它积累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对，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神父其实最终是帮到了自己，从这个不 care 去用慈悲的心受益的人是自己。对，就算被占了便宜，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而且像你所说的，其实最后还是会被抓住的，就是不一定在这个project 上面，这个 free rider 会得到他就是本该有的惩罚或者怎样，但是他的这个行为不可能是只在一处发生。对，所以一定会收拾他。Exactly, living consistently according to nature. 对，我们那个在节目播出之后，在那个就是有毒的关系那个里面，有些姐妹就是留言关于这个，就是她们很不服气啊，就是因为被另外的一半欺骗啊，或者怎么样。对，但是我们回复都是，我觉得这个宇宙啊、大自然会收拾他们的。对，这个karma嘛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你不相信的话，他真的就会来找到你。其实我下一个想提的 hypothetical 就是关于伴侣对你做出的背叛。因为我确实在小红书上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很严重的这个出轨啊、嫖啊，然后逃避型等等，或者我们之前说的 MPD 就是这个掌控的，我们甚至说是杀人不见血的这样一种新型的犯罪这样子的伴侣，你怎样去释怀呢？我真的觉得很难的。不是说原谅你，至少保持内心的平静。对，怎样做呢？我觉得如果要套这个斯多格主义或者伊比基鲁的话，你越讲越顺了。伊比基鲁对。一开始你讲的是什么来着？斑鸠鸡是哪种鸟？对，你看到那一个字就不会念了。你多观察好的东西，就我在想任何的一个有毒的关系，它最后都造就了你的非常有 positive 的一面。就比如说举我们俩的例子，就是我们从有毒的关系。你以为这个很容易吗？你以为我们的自在很容易吗？是不要钱的吗？对，不是一天形成的。这个对，要卖老了。这个就是我觉得 focus 就是在，如果我在这个关系，我现在我会去 advise 这个在这个漩涡当中的就是人去南极的那个朋友去关注，就是这个关系造就了你自己的什么，就是这个反弹这个我觉得是必然的，如果你允许的话。对不对？要让自己成长，要让对，就是很多人都说再也没有，就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快成长过，我从来没有，都是因为就是通过这个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就是这个他方的这个成长是非常大的，不管是离婚还是分手或者是那个失去伴侣，就是死亡或者怎么样，这个真的是你这个巨大的这个成长，是一个智慧。我觉得就像宝藏一样，现在我要再去看我之前，我觉得这是我可以拿出来 brag 的。
我愿意跟别人说，我很骄傲的告诉大家，就是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害怕，就是没有这个胆量的，就是我不敢想象我会在相机前去分享自己的这个。对不对？对，我也包括问过你，你有没有原谅你的之前那个很常年的 MPD 的伴侣？你说你不会，对吧？对，但是你也不会去处罚他，也是因为你跟我说过，就是他会影响你自己的心情，对，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只有把自己的内心平静放在最前面，就像这个你说的《悲惨世界》里面的那个神父一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对吧？我没有碰到像你那么极端的这样一个非常塌方的亲密关系，但是小塌方也不少哈。10多年的这个恋爱过程经历当中，但是放过你的这个故事是放过自己并且也是反弹的开始。就像恋爱关系当中，你的这个成长也。就是无法避免的是通过这个 rule of process of elimination， 这个不断的排除没有办法。所以其实我们的 20s 是奠定了我们的 30s， 奠定我们之后的 40s， 一个一个这个 decade 会越活越这个自在， 对吧？回到我 practice 的这个 stoicism 里面的话我做到了我该做到的事情，一定会吸引到好的这个结果。有的时候你仔细看看这个为什么会碰到这种很不好的亲密关系哈？其实往往你在吸引到对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你人最好的、最向上积极的时候。我也会建议姑娘们哈，尤其是在寻找这个伴侣的过程当中，不要急，先搞好自己，对吧？把自己那个10多的这个非常的积极、快乐、向上的时候，你在这个状态下遇到的 partner 很有可能是非常好的，对，吸引到的这个，对，吸引的圈子也会是好的，不管友情还是这个爱情，对，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你做好了自己，其他都会来。对，我们刚才也说了，20几岁确实挺难的我们为大家鼓励。对，我觉得就是归根结底，这个就是斯多葛主义和这个伊比基鲁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尽量过好自己能够就创造的这个生活。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相关的故事哈。我小时候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很 bitter 的小孩，就是非常的不开心，整天板着脸，而且竞争心非常非常的强，天生的我妈一直喜欢跟我复述这个故事。她说我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她问我今天幼儿园里面谁最聪明，我说我。然后她说今天幼儿园里面谁最漂亮，这个问题现在想想都很 cringe 她说今天幼儿园里面谁最漂亮，然后我就这样低头，对，要给那个播客的听众要讲一下，那个说起我最聪明的时候，我是手举得高高的，很开心。说起我不是最漂亮的时候，我就头低着，非常的沮丧，很好的展现了我的这种，可能是大部分是天生的这样一种性格哈，也在每一个这个每一个这个metric 上面，我都想要做到最好现在呢，我完全是360度，应该说180度，因为360度又回到原地了。180度大转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现在能够真正的、真心的夸赞别人的美丽因为我觉得，当我夸赞安乐很漂亮的时候，因为确实非常非常的美，我看到你的美，我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受益的不仅仅是你，还有我，因为我是在 appreciate 一件好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开心了，我看到了更多的美丽，我可能自己也会变得更美丽。小时候那个很 bitter 的那个形象，就是跟 stoic 是完全相反的。对，我现在也是，我后来在慢慢开始接受自己的这个形象或者这个去接受这种夸奖，我会把它当真了。现在对，你也有内德感了。对，你会觉得特别的，就是你会觉得越来越顺畅，越来越自然了。而且现在我也会反馈，比如说在国内有的士就是的士司机非常好，非常好。我最后我说你真的刚才我非常愉快，我这个旅程他很难接受的，对，他不好意思，对谢谢小姐，不知道该说什
什么？对，我说有没有电话我可以去赞扬，他说不用，我就会跟他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服务业会非常的好。然后我愿意去做这个赞。以前我会在想，哎呀，他挺好的，不是很好意思跟他说。对，现在我会很大胆的去说。你越慷慨，你获得的也越多，因为讲这些积极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心里的感受是非常好。是，他也开心，你也开心，给予者是非常好。其实这个配得感，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就是其实像 Epicureanism 里面所说的这些好的东西，你可以接受，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有人夸我好看，我以前会说是灯光啊，今天化妆啊什么的。直到有一次，有一个这个美国的朋友他告诉我，他说你就说谢谢就好了。对，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你知道吗？就发现我从来没有习惯过赞美。回到我们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分享这些这个 schools of thought？因为我们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帮助我们很实际的去过好我们的人生的一些工具。对，而且是就是能够让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就是归功结底，对不对？而且是就是当季能用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一本这个陈思路很好读，对，非常推荐。对，这个是没有赞助的哈。Aurelius 讲到这里，我们又舍不得跟大家，每次都舍不得，就感觉说不完的话，有那种。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 Aurelius 的话，我们就这个留给大家一句他的 quote 吧。好。For every nature, it is sufficient that it goes on its way and prospers. The rational nature prospers while it assents to no false or uncertain opinion, while it directs its impulses to unselfish ends alone, while it aims its desires and aversions only at the things within its power, and while it welcomes with contentment all the universal nature ordains. 对每个人来说，你只需要做到顺着自己的道路前行，并且向荣或者说成功。理性的你如果要向荣，必然会不接受任何错误的观念，会把冲动只用在无私的目标上，会把欲望和厌恶只放在你掌握之中的事物上，会满足地接纳整个自然所安排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拜拜。今天讲的比我想象中顺利，还挺顺利的。我就怕有点干，但是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挺 very wet， 挺知心的。Yeah， very wet。